愉快的毕业旅行结束之后，一班的学生又回到了上课日常。上课之前，吴坚统一给他发了邮件，说今天会来一个新的转校生，外表可能会有些震撼，大家用脑子想想也知道又是暗杀者，但还是架不住好奇。刚导和老师要了转学生的照片，是个非常可爱的妹子，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位转校生会是什么样的性格，又会带来怎样的暗杀。结果一进教室，全班傻眼了，只见教室的后面放置了一个竖式空调一样的东西。没错，转学生妹子是个人工智能，学名自律思索人工炮台，确实够震撼的。说实话，就连乌真的没想到政府会给他送来这么个玩意儿。但就算是个炮台，他也是登记在册的学生。沙老师的教室契约上写明了不能攻击学生，所以就算他一整天都把枪口对准沙老师，沙老师也不能反击，这算是钻了契约的空子。不过沙老师也不在意，继续上课。大家都很好奇他要怎么炮击，毕竟他身上没有发现枪械。然而话音刚落，转校生就从侧面伸出了数把机关枪，对着沙老师就是一通扫射。这枪林弹雨吓得同学们赶紧抱头。沙老师轻松用粉笔弹开了一颗子弹，这种程度的射击他早就习惯了。一轮射击之后，炮台进入攻击准备模式，接下来他的真本事才开始发挥。炮台同学人如其名，拥有自主思考和进化的能力，在一次暗杀之后就会重新计算弹道，再一次发起攻击。沙老师自信满满，说到底不过就是一台机器，然而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，子弹瞬间击穿了他的2根手指，粉笔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炮台同学在原定射击的轨道上多加了一颗隐藏弹，他会学习目标的防御方式，让敌人的退路越来越窄。虽然现在射杀沙老师的概率接近于0，但是长此以往，直到毕业，成功率将为90%。毕竟这可是记录在册的最新军事技术，只要假以时日，说不定真的能成功。但比奇认为事情不会那么顺利，如果这座教室只是个单纯的暗杀场的话，他是没兴趣留在这里做老师的。一节课下来，地上堆积了一层 BB 弹，机器自然没有打扫功能，到最后还是得苦了值日生。这一整天，炮台对沙老师的攻击就没停过，搞得大家苦不堪言。于是第二天，炮台同学一开机，发现自己被绑上了，还是同学们绑上的。要是这会儿还和昨天一样突射个没完，他们根本没法正常上课。于是炮台同学第二天暗杀任务失败，只好在半夜求助制造者。沙老师突然出现，这种事情求助别人是没有用的。首先他是一名转校生，请自己想办法和同学们友好相处。他的行为不仅妨碍了上课，而且如果成功得手，奖金也只会发给他的制造者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暗杀对其他学生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沙老师给他做了和班上同学协同射击的模拟软件。炮台同学对此无异议，沙老师得寸进尺，又搬来了更多的协作合作程序。加害学生确实违背契约，但契约上可没说不让他提升炮台同学的性能。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看得出来，炮台同学的学习欲和求知欲非常强烈，让这份才能发扬光大才是他作为老师的职责。当然，其中有多少功能是私心的，也只有他知道。第3天，同学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教室，他们都想找乌坚老师反映一下，根本没法和这种东西一起上课。然而一进教室，一个活泼开朗的全息美女正超有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。为了更有亲切感，沙老师把炮台同学的显示屏改成了全身液晶，并搭载了搭配制服软件，再加上丰富的表情和明朗的对话，花了他接近200万巨款。转校生开始朝着奇怪的方向进化了。在和大家和睦相处之前，他会控制自己的暗杀行动。万能又可爱的2次元炮台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，毕竟没有一个人能拒绝上课把小抄写在大腿上让你看的妹子。同学们也接受了炮台同学，还给他取了新的名字阿绿。但是和暗杀行动一样，阿绿完全在按照体内程序行动，至于之后发生什么，谁也说不准。果然当天晚上，阿绿的制造者就来了。他当然不满沙老师对炮台的改造，于是动手删除了所有不必要的内容。阿绿起源于 AI 战舰，能比人更快地进行综合判断，熟练使用武器。对于他的制造者来说，这座教室只是他的实验场。如果阿绿成功地杀掉了沙老师，就能成功证明自身的威力，改变世界战争格局。到时候数兆亿都是手到擒来。所以除了暗杀，阿绿不需要其他额外的东西。改造之后，阿绿又变成了那个毫无情感的炮台同学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制造者还规定，今后改良以及学生之间的捆绑行为都视为伤害。也就是说，没人能再阻拦他的暗杀计划。那种讨人厌的无休止的射击又要开始了。同学们屏息凝神，果然炮台开始启动。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教室里突然飘满了鲜花。阿绿没有变，沙老师对他的身体进行了985次改造，大部分都被制造者认为是无用进行了删除。但是他学到的关于一般的信息，在他的个人判断下，认为是暗杀的必要，所以在被删除之前，自作主张将相关软件隐藏了起来。他凭借自身的意志忤逆了制造者。就这样，一般这个暗杀教室又多出了一个同伴，于是成为了人气角色。比奇老师不甘落后，在欧派上画了个脸，说起比奇老
老师，他的工作是教授学生对话英语，克服最头疼的发音问题。但说到底，他是个杀手，又不是老师。暗杀行动没有任何进展，暗杀对象还天天盯着他的欧派，这让比奇焦躁不已。一出门还被根钢索勒住了脖子。一个男人出现在他面前，正是他的师傅罗维罗。以最高明的暗杀手段被人熟知的杀手，隐退之后，一边培养新一代的暗杀者，一边和政府周旋获得报酬，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人脉资源。罗维罗断定比奇无法成功暗杀沙老师，于是前来带他走。最擅长的隐藏身份潜入失败后，他这个水平的杀手就不值一提了。人总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，就像日本人不擅长了和日的发音一样，比奇并不适合这份工作。突然出现的沙老师提出一个建议，不如师徒俩来一场模拟暗杀，今天之内谁能刺中乌间，谁就是最优秀的暗杀者。当然，武器是软趴趴的匕首。罗维罗来了兴致，但比奇却很生气，他觉得是沙老师怕他师傅找来更厉害的暗杀者，才会想把自己这个半吊子留下来的。等着瞧，他一定会把沙老师和乌间一起杀了的。于是等乌间将情况告诉学生们之后，大家就看到比奇老师端着冷饮殷勤朝乌间奔来，是个人都能看出这饮料绝对有问题。乌间更是一眼戳穿，里面放了肌肉松弛剂。比奇这演技就连学生都不会上当的好吗？比奇也没办法，对熟悉的人用美人计，那简直就和夜店里的陪酒小姐第一次的客人是自己爹一样尴尬。我的天，这都是什么诡异的比喻？乌间对于这种无妄之灾很不耐烦，不过沙老师给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，如果乌间躲开了两人的暗杀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在乌间面前待够1秒钟，任他刺杀。不过这个条件要保密，不然3个联手他可得不偿失。乌间正在办公，罗维罗突然从门后冲出，对着乌间就是一刀，但却被轻松制服。虽然罗维罗很厉害，但毕竟上了年纪，乌间可是特种部队的精英，1秒钟的时间，他的刀都能刺5下了。沙老师后悔了，他慌得一匹，赶紧鼓励两人不要放弃，要是失败，他就得挨刀了。罗维罗清楚自己的能力所在，他的经验告诉他自己杀不了乌间，就像是沙老师紧贴在他身上，他也杀不了对方一样。虽然罗维罗放弃了，但沙老师坚信比奇一定能成功。他不知道罗维罗教了他什么，但他知道比奇至今为止付出了多少心血，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你的能力吧。午休的时候，乌间按照惯例在树下吃饭，比奇提刀走了过去，照例先是一番色诱。乌间不为所动，任由比奇随便刺，打算在近身的时候抢过匕首，却没想到这正好中了比奇的计。他早就在树下设好了绳套陷阱，飞速放倒乌间之后，一个翻身，比奇成功的骑到了乌间身上。一边观战的沙老师将一个包袱交给罗维罗，里面是比奇苦练绳套陷阱所用的道具。比奇的课程就是教学生们克服最难的发音，学好外语的条件就是不断克服和挑战。他克服了10国语言，挑战了毫无经验的教师角色。他不断思考暗杀对手需要哪些技术，然后克服他们。外面的比奇已经抓着匕首朝乌间刺下，可惜乌间及时抓住了匕首，一旦拼力气，他肯定不占上风。于是比奇拿出了杀手锏，美女撒娇，哎呀，人家就是想要刺一下嘛。不知道乌间是被诱惑了，还是懒得再和他纠缠，还真就放手让匕首刺到了自己。反正就算是他赢了，那个张玉京也肯定不会遵守约定。全班同学都为比奇的成功欢呼鼓掌，他不断克服困难的身姿，也在鼓励着学生们，只要不放弃，坚持挑战，每个人的暗杀水准都能更上一层楼。所以为了能杀掉他，比奇的存在是必然的。终于，罗维罗认可了比奇的努力，让他留在了暗杀教室。之后，痛失暗杀机会的乌间在办公室看到了沙老师为那1秒准备的铁盔甲，才知道自己亏大了。喜欢的电影首先在美国上映怎么办？当然是放学之后飞过去看。沙老师兴致勃勃地准备飞到夏威夷去看新上映的《音速忍者》，朝田和赤羽也想去，就拜托沙老师带自己飞。阿绿也混入了朝田的手机里，想感受一下沙老师的马赫速度。沙老师作为一个好老师，当然是二话不说答应了，就把2个仔塞进衣服里，嗖地飞向太平洋。虽然速度非常快，但是他们却没听到什么风声，因为都被沙老师的脑袋挡掉了。他的脑袋在平时非常柔软，但是一受到强压就会变硬。说着说着，沙老师居然开始上起了课。阿绿问赤羽不趁机暗杀吗？赤羽又不傻，现在暗杀沙老师，他们都得以马赫的速度掉进太平洋。一节课讲完，他们也到了夏威夷，因为室内温度低，沙老师还贴心的准备了小毯子。虽然没有日语字幕，但是2人的英语成绩都不错。沙老师让他们把自己的翻译触手放进耳朵里，然后端上了可乐和爆米花。电影正式开始，朝田是来看英雄的，赤羽是来看导演的，至于沙老师是来看女主角的欧派的。因为结局揭晓 ，BOSS 是女主他哥，虐的沙老师一路从夏威夷哭到了东京。当然，沙老师的带飞不是白带的，明天他俩还得交一份英文观后感。回家的路上，朝田不禁感慨，这还是他人生中第一次5小时来回一趟夏威夷看电影。阿绿指出，沙老师为了他们的安全，一直在用触手躲开微尘，减小风压。今天他们看到的就是沙老师平时一直看的风景。不知不觉，老师的生命已经在他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了。转身又去给同学
补课的沙老师不知道，另外一名转校生已经盯上他了。